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當譚松韻撞上古力娜扎，才發現美貌是入場券，演技才是硬通貨。但話說回來，把花瓶這個標籤簡單粗暴地貼在古力娜扎身上，其實也並不完全公平。她並非沒有努力過，從早年的軒轅劍澤天記到後來的風起霓裳雪櫻領主，她一直在嘗試不同類型的角色，也在不斷尋找突破的可能性。只是問題在於，她的外形優勢實在太過突出，反而成了一把雙刃劍。觀眾在看她的戲時，第一反應往往是真好看，而不是這個角色很有意思。當注意力長期被外貌佔據，角色的內在就很容易被忽略。不少網友在討論《玉明茶谷》時就直言，娜扎不是演得差，而是她的臉太完美，完美到沒有生活痕跡，人物反而立不住。還有觀眾評論道，她一出場就是仙女本人，問題是這個仙女經歷了什麼，在想什麼，你完全感受不到。這些評價看似苛刻，卻恰恰點出了表演中的關鍵問題角色的真實感。而譚松韻恰好站在了另一個極端，她從來不是那種第一眼驚豔型的女演員，卻是越看越有味道的代表。她的臉不具備攻擊性，也沒有距離感，反而自帶一種親和力。這種長相在偶像工業高度發達的當下，甚至一度被認為不夠高級。可正是這種不夠完美，給了她表演的巨大空間。有網友在彈幕裡總結得非常精準，譚松韻不是在演角色，她是在替角色活着。在《逍遙》中，她的哭不是梨花帶雨式的美哭，而是帶着鼻音，帶着控制不住的情緒外洩。她的笑也不是標準的偶像式微笑，而是會因為害羞而閃躲視線，因為得意而眉眼飛揚。這些細節構成了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物。在社交平台上，不少觀眾自發拿兩人的表演做對比。有一條高讚評論寫道：看娜扎，你會時不時出戲，想着她好美；看譚松韻，你會忘了演員本人，只記得角色名字。這句話被反覆轉發，本質上正是對演員與角色關係的最好注解。更有意思的是年齡話題，35歲的譚松韻演少女，為何觀眾不反感？有網友一針見血地指出，不是因為她臉嫩，而是因為她的行為邏輯像少女。她的肢體動作、說話節奏、情緒反應都符合角色的心理年齡，而不是單純依賴外表的裝嫩。相比之下，一些年輕演員即便年紀合適，卻因為表演模式化，反而讓人覺得假。至於古力娜扎，網友對她的期待其實從未降低。很多人都表示，她只要肯放下包袱，肯把自己弄不好看，演技未必不能上來。甚至有人舉例她在某些現代戲中的表現，認為她在生活化場景裡反而更鬆弛，說明問題並非天賦不足，而是選擇與定位的問題。娛樂圈向來殘酷，美貌可以讓人被看見，但無法保證被記住。流量可以製造熱度，卻無法替代口碑。正如一位資深劇評人所說，觀眾會為一張臉買一次單，但不會為一張臉反覆買單。當新鮮感褪去，真正留下來的永遠是角色和作品。從這個角度看，譚松韻和古力娜扎的對比，其實並不是誰贏誰輸的問題，而是兩條完全不同的演員路徑。一個是以美貌打開市場，卻仍在尋找演技突破點；一個是靠表演穩紮穩打，在類型限制中不斷拓寬邊界。他們的處境也映射了當下女演員在行業中的普遍困境。不少網友在討論帖的最後發出感慨：娛樂圈從不缺漂亮的人，但能讓人記住10年的演員屈指可數。還有人寫道，等哪天不再討論她漂不漂亮，而是討論她演得好不好，那才是真正的成長。
雙引號。進一步放大來看，這種美貌與演技的討論之所以總是圍繞女演員展開，本身就帶着行業結構性的偏見。男演員可以靠氣質、故事感、成熟度慢慢沉澱，而女演員卻常常被要求在30歲之前完成所有證明。譚松韻與古力娜扎的對照之所以被頻繁討論，並不是因為他們本身有什麼對立，而是他們恰好站在了兩種典型評價體系的兩端。在網友的討論中，有一個反覆出現的關鍵詞叫代入感。不少觀眾直言，古力娜扎是被欣賞的對象，而譚松韻是可以共情的人。這兩種觀感的差別，決定了角色能否在觀眾心裡留下長期記憶。前者更像是一幅精緻的畫，適合遠觀，卻難以走近；後者則像一段經歷，讓人忍不住投射自己的情緒。在豆瓣和微博的長評區，有觀眾細緻拆解了兩人在同類情緒戲中的表現差異。比如同樣是委屈但強忍，古力娜扎更多依賴眼神定格和表情管理，而譚松韻則會通過呼吸變化、下意識的小動作來呈現情緒堆積的過程。有網友總結道，一個是在展示情緒，一個是在經歷情緒。雙引號。這類評價並非空穴來風。事實上，譚松韻的表演優勢很大程度上來自她對生活細節的長期積累。她擅長把人物拆解成一個個具體的瞬間，而不是停留在情緒標籤層面。正因如此，她的角色往往不需要強烈的情節推動，也能自然而然地立住。而古力娜扎的問題，並不在於她是否努力，而在於她長期被放置在必須美的框架中。部分網友對此感到惋惜，她太久沒有機會演一個可以不顧形象的角色了。在觀眾審美逐漸成熟的當下，這種單一的美學路線反而開始成為限制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近幾年觀眾的評價標準已經悄然發生變化。早些年，顏值即正義幾乎是不可挑戰的共識，而如今，越來越多的觀眾開始主動為演技買單。任素汐、秦海璐、咏梅等演員的口碑逆襲，已經說明市場並非只認臉。這一點也給像譚松韻這樣的演員提供了更穩定的發展空間。有業內人士在訪談中提到，流量解決的是有沒有人看，演技解決的是有沒有人記得。這句話被不少網友引用，用來概括兩位演員目前的處境。古力娜扎仍然擁有極高的關注度，但角色討論度卻容易曇花一現，而譚松韻的作品往往會在播出結束後依舊被反覆提及。當然，把一切歸結為演技高下也並不完全公平。演員的成長與劇本質量、導演風格、角色空間都有密切關係。部分網友也指出，玉明茶谷的人物塑造本身較為扁平，即便換成其他演員，也未必能有更大突破。這種理性聲音恰恰說明觀眾正在變得更專業。在討論的最後，很多網友其實並未站隊，而是給出了更溫和的結論。他們代表的是兩種不同的可能性：一種是先天條件極優，但需要主動打破舒適區；另一種是外形條件有限，卻通過長期積累形成個人壁壘。這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，而是演員在不同階段必須面對的命題。回到標題本身，美貌是入場券，演技才是硬通貨。之所以能引發共鳴，是因為它戳中了行業最現實的一點。入場並不難，難的是留下來。時間會淘汰大多數只停留在表層的光鮮，卻會不斷放大真正經得起推敲的表演。當觀眾不再只討論誰更好看，而是開始認真分析誰更像一個活生生的人，這本身就是國產影視審美進化的標誌。對於女演員而言，真正的安全感從來不來自一張不會老去的臉，而是來自一次次被觀眾記住的角色。也許多年以後，再回頭看今天的討論，人們會發現，
真正重要的從來不是誰贏了對比，而是誰在時間面前走得更遠。說到底，美貌是天賦，是入場券，卻從來不是終身保障。演技才是演員真正的護城河，是在歲月和審美更迭中依然能夠站穩腳跟的硬通貨。時間會帶走青春，卻也會篩選出真正值得被記住的名字。對於女演員而言，最動人的從來不是臉上停留了多少年，而是有多少角色曾在觀眾心裡真正活過。